想象一下，你眼前一辆失控的电车在轨道上疾驰，直接冲向5名难逃的工人。你碰巧站在一个开关旁，可以将电车引向另一条轨道上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另一条轨道上面也有工人，但只有一个。你会如何做？你会牺牲1个人来救5个人吗？这就是电车难题，是由哲学家菲利帕·福特在1967年提出的道德困境问题。这个论题引起大家关注，是因为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困境中做抉择。我们应该选择一个最好的结果，还是坚守不做出任何伤害他人生命的道德准则？一项调查显示，大约 90% 的参与者表示可以按下开关，让1个工人死来救另5人。其他试验，包括一个虚拟现实模拟研究，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。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。功利主义认为，道德上正确的决定是依据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。5个生命重于1个生命，即便结果是以牺牲1个人的生命为代价。但是人们并不总是持功利主义的观点，我们从电车难题的辨识中就可以发现。这一次，你站在天桥上，一辆失控的电车驶进，此时没有第2条轨道，但是你的旁边站着一位体型庞大的男人。如果你把他推倒，他的身体会让电车停下，救下5个工人，但他会死。对功利主义者来说，他们的决定是一样的，牺牲1个人来拯救另5人。但这次实验中，只有约 10% 的参与者认为可以把那个男人推落到铁轨上。直觉告诉我们，故意造成他人死亡的行为，不同于间接伤害造成死亡。这属于人之常情，其原因很难解释清楚。伦理学和心理学的交集，正是电车难题的有趣之处。电车难题及其多种辨识，揭示了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时，取决于多种因素，而非利弊的逻辑权衡。例如，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把那个男人推下天桥。参与试验之前观看喜剧片的人，也更可能做出同样的选择。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发现，人们更愿意牺牲男性而不是女性。研究人员研究了人们面临经典电车难题及其辨识思考时的大脑活动。2种情景都激发了脑部负责有意识决策和情绪反应的部位，但在桥版本中，情绪反应要强烈得多。脑部负责处理内部冲突的部位也更加活跃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？一种解释是，把人推下桥致死，激发了对杀人行为的厌恶情绪。但是我们又很矛盾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。电车学曾受到一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批评，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揭示任何东西，因为前提非常不现实，以至于研究参与者不会认真对待。然而，新科技正让这种道德分析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。例如，无人驾驶的汽车可能会面临造成小事故来避免大事故的选择。同时，政府在研发军用无人机，最终能够做出牺牲平民生命以攻击高价值目标的决定。如果我们希望这些行为合乎道德，我们必须事先决定如何衡量人生命价值及多数人利益。因此，研究自主系统的研究人员正在与哲学家合作，解决机器编程伦理的复杂难题。这表明，即使是假设的困境，也可能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。想在安全距离外继续解决道德难题吗？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